这个是高压的电能还是低压的电能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美登课堂。我们看，在电路板上会有一些电解电能器，有大有小。一般我们看体积，像这种体积比较大的，一般都是高压电能器。你看这个是400伏啊，像这些小的体积的，那么这个基本上都是低压电能器。所谓低压电能器，都是低于50伏，要么50伏，要么25伏，要么16伏啊，这些都比较常见。那么像这个小电能器，它的作用和大电能器是一样的，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滤波啊，作用也就是储存电荷。它跟大电能器一样的，不管是高压低压啊，一个显著的功能就是滤波的作用。那么这个电能器多大能量？我们明显发现2条腿它一样长了。怎么样判断它正负极？我们知道，像这种是吧，没有用过的这种电能器，较长为正，较短为负，这个很好区别。那么像这种2个角一样长了，怎么样区分它的负极？我们只要看它的时标啊，看它的时标。我们看它外壳上有一条白色的这个标志线，一个减号，就是正负极的负，这就是负极。我们看，在网压管输出端到地之间就接了这么一个低压滤波电能器，1微法50伏啊，这就是一个低压电能器。负极是接哪里啊？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接地啊，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的话，那么正极就接到这个网压二极管的这个输出电源端，也就是这个芯片的4角啊。这个电能器能不能用16伏去代换呢？能不能？肯定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正极这里输出的这个电位是18伏，那么你用16伏的这个耐压去代换，肯定是不行的。那么就一定要用大于18伏，用25伏都是很保守了。所以这里我们用一个绰绰有余的50伏的耐压去进行滤波，那就相当有宽余量了啊。对于这种电解电能器，我们通常可以用能量测试法，啊，就可以判断它的好坏，对吧？直接去测试它2条腿之间的这个数字。我们看 1.03 微法，很精准啊，因为这是一个1微法的电能器，1微法测出来也就是1微法啊，证明我们这个是相当精准的。好，感谢家人们的观看，喜欢的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让更多的老铁参与进来学习，提高自己的技能，为自己的这个生活打下良好的坚实的基础。好，再见。